迟到40分钟，卡帮你改了。谢谢，你是救命恩人，这破围裙每次都打结。看你手抖成这样，阿曼又跟你吵架了吧？他问我为什么上周日晚上没回讯息，你为什么不回？我回了啊，周一吃午饭的时候。周日晚上传，你周一中午回，你是用飞鸽传书吗？要飞12个小时。我开勿扰了，勿扰模式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请勿打扰。他明知道我开勿扰还要传了又生气我没回，这是不是跟站在防火巷里抽烟，然后抱怨消防车不来就你一样？不一样，防火巷抽烟是你自己的事，交男朋友是他的事，你是他的事。所以我只是一件事。对，你是一件事，而且是一件他每天都在处理，但一直处理不好的事。所以就算我开勿扰不想被打扰，也要因为他传讯息就关掉勿扰去看。对，这就叫谈恋爱，你不是自愿的吗？我当初以为谈恋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，所以在一起很开心，没有人跟我说谈恋爱是24小时 on call， 还要写日报。你现在知道了。我那天说我在睡觉，他说我怎么会一直在睡，我说我真的在睡，他说你写了一定有看到，只是不想回，我说我开勿扰，他说你开勿扰就是不想跟我联络，然后我就说，你说好啦，对不起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每次都说好啦，对不起吗？你知道这句话在听的人耳朵里长什么样子吗？就是你闭嘴，我不想听，我随便说个对不起，你快放过我，拜托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算了，我连解释都解释不好。那你不要解释啊，你就说我会改。可是我不会改啊。你这个人很诚实。诚实不好吗？诚实很好，但你女朋友要听的不是诚实，是要听她想听的话。那不就是说谎吗？不是谎，是修饰。修饰过的谎还是谎？那你继续诚实吧，继续被骂吧。反正不管怎样他都会生气，我不回讯息他生气，我回了但太慢他也生气，我道歉他更生气，我不管做什么他都会生气，我已经不知道怎样才是对的了。那你跟他分手啊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分手好麻烦，我要想怎么开口，我要想他会怎么反应，我要想分手以后我的 IG 要删哪些照片，我要想共同朋友会站哪一边，我要想。所以你宁愿每天被骂，也不愿意处理一次分手。至少被骂是固定的，我知道他会骂什么，我知道流程，分手是未知的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你很像那种宁愿便秘也不愿意吃药的人。你这个比喻很烂。但你自己说是不是？是，但我不想承认。你看，你又诚实了。有客人来了。我上礼拜刚被投诉过了，说我表情像丧礼。那你还站着？后场，现在。热拿铁。热拿铁不用糖，不用肉桂粉。好，请坐，马上就好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加糖不加肉桂粉？您刚才说的。我没说。您进来的时候我问了，您说不用。是吗？是的，您请坐。沃杰克，那个女的她又来了。等下，你不要又跟我说她在偷拍，还是在找什么？她进来没滑手机，眼睛一直在扫店，不是看菜单那种看，像是在找人。你每次都这样讲。因为我每次都看到。咖啡好了，你去送，一句话都不要多讲，放下，微笑，然后走。知道了。你上次也说知道，然后跟客人说你记得他的习惯，你是不是有强迫症？书上说的，记住熟客的习惯，叫出名字，客人的回流率提升47%。那书有没有教你分得出来什么客人可以记住名字，什么客人记了会出事？没有，他说每个人都希望被记住。骗你的，大部分人根本不想被咖啡店员记住，他们只想喝完走人，连你的脸都不想记得。你去送，记住，闭嘴。您的热拿铁。放这儿就好。好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本来要说什么？你刚刚嘴巴张开，又闭起来。因为您之前好像都点美式，所以看您今天点拿铁就犹豫了一下，不好意思。你记得我？您来过几次？几次？大概4、5次，每周3、4，都坐角落那个位置，美式热的，不加糖。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我在想，一个男人记住我每周几来，坐哪里，喝什么，他下一步是不是要记住我家地址？不是。你连说不是的时候也要说3次。我真的只是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名牌上有。沃杰克，我记住你了，不是记住你的服务，是记住写投诉的时候不会写错名字。小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今天跟我讲这些话，任何一个女生听到，心里会怎么想？会觉得被重视。会觉得被跟踪，会觉得害怕。你今天让我很害怕，所以我投诉你，合理吗？合理。咖啡不喝了，钱我付过了。他说放这就好，你就走啊，你站在那里干嘛？我想服务好一点。服务好一点不是你记得他？可是书上说，书烧掉，那本书适合长得帅的店员，他们记住客人习惯，叫亲切，你记住，叫害怕。我长得很难看吗？不难看，但这些客人的逻辑，你听我的就好。好吧。走啊，两位辛苦。老板早，今天怎么过来了？刚好路过，生意怎样？早上有个小高峰，现在静。静好，太忙我不好意思骂人。沃杰克，过来，你看看这个投诉。店员沃杰克对女性客人言语骚扰，擅自记住私人信息，让人非常不舒服。后面还有一大段，文笔不错，我差点按赞。我没骚扰他，只说了一句您之前都点美式。那你觉得他为什么投诉你？因为他可能心情不太好。哪次客人心情好？来咖啡店的客人都是不想上班、不想回家、不想面对人生的人，他们心情会好吗？你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心情好过？我领薪水的时候。你领薪水心情好，但你领完薪水隔天会来上班吗？会啊。那你来上班的时候心情好吗？不太好。对，你心情也不好，客人心情也不好，但服务业就是这样，客人心情不好，你倒霉；客人踩到狗屎，你倒霉；客人老公外遇，还是你倒霉。你领时薪190，负责承接全台湾所有人的负面情绪，这就是服务业。你没学过吗？没有。那我帮你补课，免费的。第一课，客人永远是对的，因为客人就算错了，你也拿他没辙。第二课，你永远是不够好的，因为够好就不会被客诉。第三课，想辞职，先把今天班上完。老板，你今天来是要炒我吗？不是，今天是补课，炒你是下次的事。下次？对，店接下来有变动，变动完谁留谁走，我有我的名单。但你先不要紧张，名单还没印出来。这有差别吗？有差别。提早通知你的话，你可以先找工作。我这个人很贴心吧？你说你很贴心，那你还记不记得你上次是怎么被客诉的？很好，会回嘴了，进步了。但你回嘴的对象是给你薪水的人，你觉得这样划算吗？不划算，但爽。爽不能当饭吃。时薪190也不够生活。那你干嘛不辞职？因为我怕你少了我之后，找不到这么好欺负的员工，我是为了你留下来的。你之前那个样子，低头，认错，说是，说对不起，比较可爱。谢谢。我不是在称赞你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说谢谢。好了，今天的补课结束。我跟你讲真的，变动完之后，我留谁，看谁值得。不要再出事，再出一次，不用等变动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找工作。小姐，买单。60元，谢谢。刚才那个是你们老板？对。你知道客诉你的那个女客人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是你们老板的老婆。啊。她不是来喝咖啡的，是来抓你老板的奸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这儿做了快1年，他老婆每个礼拜都来，每次来坐角落，眼睛盯着吧台看，找那个跟她老公有问题的女店员。那她为什么今天盯到我？你想呢？你在她眼里就是帮她老公藏女人的共犯，在跟她示威。所以我才被投诉，不是因为我服务不好，是因为他把我当成老板的小弟。
对，你不是被误会成骚扰，是被误会成同谋，比骚扰严重。那老板从头到尾都知道他是谁，为什么假装不认识？所以他从头到尾都在演戏。他把这间店当挡箭牌。他外面那个女人在东区分店，东区分店店长，他老婆搞错店了，一直盯你们这间。所以你老板的婚姻战争，你只是今天站在最前面的炮灰。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？因为你们老板欠我儿子260万，快1年了。我每天都来，不是在喝咖啡。我知道，你曾经说过我们咖啡很难喝。非常难喝，但你们有冷气，而且坐在这里可以盯着你们老板。连续剧追了1年，今天这一集不错，你终于会回嘴了。你是我的观众。你们这间店的每一个员工，来一个走一个，我都在看。你是我看过最不会反抗的，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你回嘴。我只是诚实。你们老板讲的变动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他没说。他要把店卖给我儿子，2间店一起卖，你们这间是赠品。赠品？我儿子要的是东区那间，你们这间业绩太差，是附带的，像买洗衣机送洗衣粉。所以我们是洗衣粉。我天天在这里看剧，今天最后一集，你演得不错。谁？是阿曼，发了好几条讯息。你昨天说今天早上会打给我，已经快中午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没事做，就等你电话？沃杰克，你真的很烂。算了，我们晚点谈谈。六则，你中了乐透，你打算回什么？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今天真的很忙，晚上再说。你每次回一样的东西。我帮自己设了快速键。什么快速键？空格键+1，意思是今天真的很忙，晚上再说。你连谈恋爱都用快捷键，这叫效率。这叫懒惰。这是2件事。这也2件事，那也2件事。你的人生要不要也切成2半？已经切了，上班一半，下班一半。上班的时候想下班，下班的时候想上班，刚好2半。那阿曼呢？他放哪一半？他放在待处理那一半。你这个人真的很过分。哎，老板要卖店，阿曼要跟我分手。阿曼还没有跟你分手。快了，我预测他今天下午会打电话来。你看，电话来了。你是算命师吗？不是，是他固定下午3点打来，因为2点半他们会睡午觉。他趁空档打来骂我，这是他的 SOP。喂，在忙吗？在上班。我妈又住院了，荣总。严重吗？不知道，医生说观察。你要不要过来看她？我在上班，我试试看能不能请假。我妈住院3次，我生日2次，周年纪念1次。说好去9份，你临阵取消，说店里没有人，请假走不开。你每次都跟我说你在上班，你哪一次没在上班？可是我真的在上班，没有骗你。我知道你没骗我，这才是最惨的。你连骗我说你会来陪我，你都懒。我不用说了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老实回答，你还爱我吗？快说爱。我说不出。你跟老板说谢谢就说得出。那不一样。沃杰克，你还在吗？我在。你的沉默就是答案，每次都一样。去年我生日，你也是沉默；周年纪念，你也是沉默。你除了好啦对不起嘛跟沉默，还有没有第3种回应方式？在上班。什么？你刚说我有2种回应方式，其实有3种。在上班，好啦，对不起嘛，沉默，3个。你刚刚是在帮我整理你的回应方式清单吗？我只是在补充。沃杰克，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。我在医院，我妈在旁边病床上。我问你还爱不爱我，你跟我说你在帮我整理回应方式清单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，你永远不是那个意思，但你永远做出来就是那个意思。拜拜。
你还好吗？刚才他问我还有没有第三种回应方式的时候，我居然认真在想答案。我女朋友在跟我分手，我在想怎么回答她的问题。我把分手当成了客诉来处理。对，你就是这样，你永远在躲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一世太久了，我只要躲过今天就好。然后明天呢？明天再说。你真的很会逃避。小曼有在传吗？没有。她应该不会传了，你难过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感觉不到东西。你有没有发现我在拿上班当避难所？有，很早就发现了。穿上围裙就只需要想咖啡，不用想女朋友，不用想未来，不用想我爸问我什么时候替自己的未来打算，只需要想美式不加糖，拿铁加一份浓缩，够简单。但你不是真的喜欢煮咖啡。我不讨厌。不讨厌跟喜欢不一样。对我来说一样。对你来说很多东西都一样，女朋友跟客人一样，沉默跟回答一样，逃避跟接受一样，什么都一样。那你活着跟没活有什么不一样？抱歉，这句话太重了。不会，你说的对，你骂我，我会觉得比较正常。你们店关门了啊！哎，老板把店卖了，我失业了，女朋友也分手了。你前女友是一间快破产的公司，你持有股份2年，今天终于下市了，恭喜你，你自由了。你明天早上有空吗？有，超有空，接下来每天都超有空。我开早餐店的，河江街，缺一个煎蛋饼的，早上4点上班，月休4天，薪水不高，比你时薪190高一点点，你要不要来？我不会煎蛋饼。那你更该来，我教你。教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，比教一个以为自己很会的人容易。这什么道理？这叫空杯理论。书里没写吗？我的书里没有。你开早餐店的，每天早上还来我们那边喝咖啡。对啊，喝完难喝的咖啡，回去煎蛋饼，就会觉得自己煎的蛋饼特别好吃。这是对比效应。早餐店跟咖啡店有什么不一样？咖啡店是服务业，早餐店是制造业。你煎蛋饼，端过去，收钱。客人嫌太油，鲜油自己煎；嫌豆浆太淡，浓的要加钱。不用微笑，不用记得客人的习惯。那如果客人客诉你？我的店在河江街40年了，客诉方式是当面骂，我当面骂回去，骂完他明天还是来，因为附近只有我一家早餐店。这是垄断。不是垄断，是地段好，地段好比服务好重要。书里没写吗？书里没有这一章。那你是那本书最成功的受害者。对，那是我的错误投资。那下一笔投资呢？你是说你的早餐店？对，我的早餐店。你是一只需要被认养的流浪狗，不会咬人，会煎蛋饼，早起，听话，偶尔回嘴儿。你这样说，我到底要不要觉得被冒犯？你可以觉得被冒犯，然后明天早上4点来煎蛋饼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河江豆浆，40年。名片背面是员工守则，只有3条：迟到扣钱，不听客人话痨，不爽可以骂老板，老板会骂回来。这员工守则很短，浓缩的才是精华。老板会骂回来，你骂人凶吗？凶，但骂完请你喝豆浆，免费的，外面买不到的那种浓度。听起来不错，那种浓度是什么浓度？你明天自己喝看看。你今天很倒霉，但倒霉的是，有时候是在帮你清位置，旧的东西不走，新的进不来。你女朋友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好人病，今天全部清光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只有一个身份，煎蛋饼的，很单纯，不会有人给你客诉。蛋饼如果煎坏，重煎一个就好。蛋饼不会跟你分手。蛋饼不会跟我分手，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安慰的话。那你明天来不来？时薪到底多少？210，扣掉劳健保。210，比我咖啡店多20块。多20块也是多，你嫌少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
20块值不值得早上4点起床？不值得，但你现在没别的事做，失业的人没资格谈值不值得，有工作先做。你讲话真的很难听。难听但有用，我老婆说的。你老婆也在店里？在，她负责骂我，我负责骂客人，分工明确。公平，明天我来，凌晨4点，河江街，迟到扣钱。对，不要迟到，我等你。我走了，你早点回去睡，明天4点。蛋饼、豆浆可以骂客人的早餐店，时薪比190高20块。蛋饼不会跟我分手。早安，蛋饼。阿伯，早。迟到5分钟。阿伯，现在是3点55分，你昨天说4点上班。靠北啊，4点是监产碰到蛋饼的时间，你3点55分到，穿围裙要2分钟，洗手要1分钟，发呆要2分钟，刚好4点。你踩着点到，那是迟到的前兆，扣50。你昨天说迟到扣钱，没说提前5分钟到也算迟到。林北开店40年，规矩是我定的，今天第1天让你站监台。记住，空杯理论，把你以前在咖啡店学的那套伪精制给我倒干净。这里是战场，不是你拉花的地方。书里写的是屁，林北说的空杯是客人把钱放进来的那个杯子。沃杰克，你是在给蛋饼超度吗？铲子动起来呀！等一下，这个蛋饼的边缘不是完美的圆形，它又边缺了一个角，影响整体美感。靠北，美感。后面的客人在看手表，你在跟我谈美感。根据消费心理学，视觉上的附加价值可以提升客人的回流率。我试着用酱油膏拉一个爱心。回流率，他们只有5分钟赶捷运。你在这里拉花，他等一下就用铲子拉你的脸。咖啡店的陈先生花钱买品味，早餐店的客人花钱买生存。生存懂不懂？懂了。老板，快，1张原味蛋饼，再1杯大冰奶不加冰，快！不好意思，你刚刚点什么？大冰奶不加冰啊！快点儿，我车要来了。大冰奶不加冰。先生，大冰奶的冰字代表的是它的温度状态，如果你不加冰，那它不就是大温奶或者大奶？你为什么要用一个矛盾的修辞来定义一杯饮料？如果常温的奶茶我贴上冰的标签卖给你，这叫欺骗。我以前在咖啡店就是因为不够虚伪才被客诉的。靠北啊！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大冰奶去冰。如果你要大温奶，你可以直接说大温奶，你点大冰奶却要求去冰，这就好比你走进一段婚姻，然后要求对方保持单身，这不符合逻辑。你一个煎蛋饼的跟我谈什么逻辑啊？老子只是想在上班前让血糖升高，你在这跟我讨论职业道德，我快迟到了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小孩子刚从咖啡店出来，脑袋不正常，马上来，闪开，让专业的来。等一下，阿伯，你要加热它。按3，微波3秒，大冰奶去冰。拿好，35块。靠，冰冰凉凉的又没有冰块，刚刚好。谢谢老板。喝了，免费的。确实很浓，所以大冰奶去冰的原理到底是什么？原理就是不要跟客人的智商过不去。他要大冰奶去冰，意思是他想要那个冰镇的口感，但不想让融化的冰块稀释奶茶。你直接拿去微波3秒，表面微温，底下还是冰的，摇一摇，刚好去冰。书里没有这一章。林北早说了，你那是本破书。你在咖啡店跟客人讲逻辑，结果被客诉到失业。在早餐店，你不需要逻辑，你只需要解决他的饥饿和焦虑。我以为诚实的指出矛盾是唯一的沟通方式。你的诚实叫自以为是。客人早上还没睡醒，脑子里全是带办事像安迪主管的臭脸。
他不需要一个煎蛋饼的来当他的哲学导师。阿伯，我今天算了一下，我今天一共煎坏了6个蛋饼，被你骂了14次台语，扣了50块迟到费。怎么，先辛苦，想回你的咖啡店跟那个陈先生一起吹冷气了？没有，虽然很难听，但很奇怪，今天一整个早上，我没有时间去想阿曼为什么跟我分手，也没有时间想我明天该去哪里，我满脑子只有蛋饼要翻面了，微波炉要响了，大冰奶要去冰了。这就对了，蛋饼如果煎坏了，重煎一个就好。他不会像你前女友一样，因为你回讯息慢了12个小时，就跟你冷战3天。蛋饼确实不会跟我分手。明天4点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才点到。走吧，回去了。我以前以为上班是逃避生活责任的避难所，穿上围裙，我就可以假装自己只是个完美的咖啡机器。今天我才发现，真正的避难所不是咖啡香，而是早晨4点的油烟。因为油烟熏得我流眼泪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以为我是被葱花辣到的，没有人会觉得我是在难过。早安，蛋饼。速度可以，但表情太僵。你是在煎蛋饼，不是在解剖尸体。隔壁摊的王太刚刚跟我投诉，说你找零钱给他的样子像是在发丧。阿伯，书上说保持面部肌肉放松可以节省12%的体力。书还说多吃蔬菜能长寿呢。你看我理他吗？林北开早餐店要的是热络，是市井气。你这张脸把风水都带阴了。铲子拿来挡脸，你当是在打仗顶防弹盾啊？客人来了，叫早安。老板，2份蛋饼。哎，你们这环境挺有烟火气的哈。沃杰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在上班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他只有这一句台词，不管是在咖啡店、在医院，还是在这里，他永远在上班。哦，原来是前任啊。幸会幸会，那既然是熟人，小哥，帮我们做2份定制蛋饼吧。阿曼胃不好，不能吃太油，所以油放少点儿，或者干脆别放油。然后饼皮要煎到极度酥脆，但里面的蛋必须是半熟，能流心那种，最好再加点低脂燕麦面粉，能做到吧？他身上那股香水味和猪油葱花味结合在一起，闻起来像一具擦了高档香水的煎咸鱼。但我现在不能用快捷键一，也不能保持沉默，因为逃避冲突往往比直面煎台更消耗体力。先生，你的要求在物理学和烹饪学上是冲突的。什么？第一，传统早餐店的蛋饼皮是死面做的，没有油的润滑和高温传热，它只会变成一张干硬的死皮，不可能酥脆。不放油还想要酥脆，你不如去吃乐事薯片。靠北，你这是什么服务态度啊？第二，要让蛋液保持半熟流心，煎台的温度就必须极度高且速度极快，但在没有油隔离的情况下，蛋液会直接粘死在不锈钢煎台上，最后你得到的不是流心蛋饼，而是一盘黑色的碳化有机物。沃杰克，你还是老样子，客人提个要求，你就要跟人辩论一篇论文吗？你以前对陈先生也是这样，对我也是这样，永远在讲道理，永远不肯迁就一下。阿曼，这不是迁不迁就的问题。以前你问我爱不爱你，我沉默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逻辑去修饰一个我不确定的答案。但现在，关于蛋饼，答案很明确，没有不油的蛋饼，不油就去吃水煮蛋。嘿，你怎么跟客人说话的？信不信我投诉你？叫你们老板出来。我就是老板。老板，你管管你的员工，他这是什么态度啊？这是我们的店规，不听客人话唠，不爽可以骂老板，老板会骂回来。他没骂错啊，没有油怎么煎蛋饼？林北这店开了40年，你要吃不放油的，出门左转有有机沙拉。你们这是一流氓店！阿曼，我们走，不吃了。沃杰克，你现在连敷衍我一下都不愿意了吗？阿曼，我以前用快捷键回复你，是因为我太懒得处理冲突，但我现在发现油烟是个好东西，它熏得我直流眼泪。我可以跟所有人说我是被葱花辣到的，坏掉的面皮可以重煎，但强求不油的酥皮蛋饼只会搞砸整个煎台。祝你们幸福。真是个怪人。阿曼，走，带你去吃早午餐，600块1份那种。刚才表现不错，没给何江杰丢脸。我以为你会因为我赶走客人扣我钱。
扣钱是为了让你长记性，不是为了让你当孙子。早餐店的规矩是，食物要热，骨气也要硬。你刚刚要是真给他煎了个不放油的碳化蛋饼，林北才要抽你，那是砸我40年的招牌。阿伯，我刚刚其实用了快捷键，在心里按了快捷键1，今天真的很忙，晚上再说。但我想，以后应该没有晚上再说的时候了。当下是处理吧，今天彻底清仓了。我以前以为谈恋爱像开勿扰模式，只要我不看，烦恼就不存在。今天我才明白，逃避并不能让煎台变干净。面对不放油的无理要求，最好的回答不是沉默，而是把面皮扔进垃圾桶。虽然失去了1笔35块的生意，但至少我的煎台没有糊。早安，蛋饼。沃杰克，等一下后面那个穿红衣服的过路客，蛋饼给他煎焦一点。为什么？书上说，故意降低产品质量会导致他下次不来。那老太婆刚刚在旁边一直盯着我脖子看，看我有没有草莓。我怀疑她是我老婆派来的密探。阿伯，你对自己的个人魅力是不是有什么系统性的误解？你懂个屁！男人的魅力跟年龄成正比，像老菜谱，越老越香。好啊，终于被我抓到了。陈太太，你还装？那个姓陈的王八蛋把咖啡店卖了，我还以为他转性了要回家，结果我查他的账单，发现他把200多万的尾款全转到了河江街的一家豆浆店。沃杰克，你这个帮凶！你之前在咖啡店就帮他藏那个东区分店的女狐狸精，现在又帮他把资产转移到这里，是不是？陈太太，你冷静点。第一，我只是时薪210的员工；第二，我连我自己的资产都管理不好，我没有能力帮别人转移资产。你少骗人，你就是他养的小弟，你记我的习惯，坐哪里，喝什么，根本不是为了服务，是为了帮他监视我。今天你不把那个姓陈的带出来的女人交出来，我就把你这破摊子给砸了。陈太太，不要客诉我，我只是个时薪210的煎台手。靠北啊！叫什么叫？砸摊子！你动一下试试看。你是谁？我找这个员工算账，关你什么事？这里我老大了。你嘴里那个姓陈的王八蛋，把我儿子的260万跨年信用贷当成屁，他没办法还钱，才把2间咖啡店顶让我儿子。那间烂店是附赠的赠品，他转来这里的钱是还我儿子的债。林北还没去找他算账，你跑来我店里发什么疯？那他总该把那个藏起来的狐狸精交出来。交个屁！沃杰克是我新招的煎台手，他每天凌晨4点到店，切葱切到手抖，煎蛋饼煎到满脸油，领着老娘发给他的200块时薪。他连女朋友都跟人跑了，他有那个闲工夫帮你老公藏女人？你老公外遇，你去找他剪断，你跑来河江街靠北一个失业刚就业的底层打工人，你丢不丢脸啊你？老板娘，其实扣掉劳健保是200。另外，关于剪断那个动词，听起来有严重的物理伤害暗示。你给林北闭嘴，老娘在帮你撑腰。我家的工人只有老娘能骂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那指手画脚。看你穿的人模人样，脑子装的都是排泄物吗？你来欺负底层打工人，你丢不丢脸啊你？我什么我？还没吃早餐吧？看你那张脸气得跟猪肝一样。沃杰克，给他拿一份起司蛋饼，多加葱，酱油膏画个圈，再来一杯大冰奶去冰，算老娘请他的。是，陈太太。干嘛？又要说我每周3、4来，坐哪里，喝什么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诚实的告诉你，我以前记住你的习惯，真的只是因为书上说这能提高客人的回流率。在咖啡店里，大家都在演戏，陈先生在演好男人，你在演阔太太，小林在演好店员，我也在演一个机器。结果演得最烂的是我盯了1年，盯错了解析度。早餐店的解像度比较低，油烟太大，看不太清品味，但这里的起司是真的，蛋也是真的。这蛋饼比那家咖啡店的点心好吃多了。老板娘，谢谢你刚才帮我说话。谢个屁！老娘是看不惯那帮城里人动不动就拿客诉、砸摊子来吓唬人。以后谁要是再敢无理取闹，你就用铲子敲柜台，老娘出来用钱盘超度他。公平。
我以前在咖啡店的时候学到的第一课叫客人永远是对的。今天在早餐店，我学到了新的一课，这个世界其实不讲理，但有时候那些粗暴的、不讲理的刻薄，反而成了保护你最坚硬的铁拳。咖啡店的礼貌是装出来的，早餐店的护短是真的。早安，蛋饼。原味蛋饼1份，大冰奶去冰。沃杰克，手艺练得怎么样了？小林，你怎么这个时间在外面？你不用打卡吗？打什么卡？转角咖啡店上礼拜正式被阿伯的儿子收购了，东区那个女店长带人过来接管，第一天就跟我说要推行狼性绩效考核，我直接把围裙甩他脸上。老娘现在处于无业游民的神圣休假期。听起来很符合你的风格。少废话，我听说你在这混得风生水起，连以前客诉你的陈太太都被你用蛋饼超度了。那不是我超度的，是老板娘用不锈钢前盘超度的，我只是负责在蛋饼里塞满起司。靠，还真挺好吃的，皮够酥。你之前那个死脑袋居然没把这店搞砸。阿伯说，把以前在咖啡店学的那套伪精致倒干净，就能煎好蛋饼。伪精致，确实，以前在咖啡店，我们要用最温柔的语气，把一杯成本不到10块钱的黑水，用200块的价格卖给那些假装自己生活很有品味的上班族。你不冲他们微笑，他们就觉得自己的阶级地位受到了冒犯。对，陈先生以前说，我们这间分店业绩太差，是卖给阿伯儿子的赠品，就像买洗衣机送的洗衣粉。洗衣粉，那个陈先生以前最爱讲什么共创价值，店到了还不是拍拍屁股闪人，真的超扯。现在那家店换了新制服，每个店员都要对客人说欢迎光临，今天过得好吗？真恶心，大家都过得不好，不然谁大清早花200块买咖啡续命？但我现在是时薪210的洗衣粉了，比咖啡店多20块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里，如果客人嫌蛋饼太油，阿伯会让他们自己回家煎。你可以骂回去。不用我麻烦，是老板会帮我骂回去。沃杰克，你看起来好像没以前那么丧了，虽然死鱼眼还在。我以前把上班当成逃避人生的避难所，我觉得只要躲在咖啡机后面，女朋友的问题、未来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，都可以按快捷键以假装看不见。现在呢？现在我发现，早餐店是直接把人生切成2半，清晨4点到10点，我是个煎蛋饼的，我只需要对这张煎台负责。10点以后，我失业，我单身，我一无所有，但这跟我煎的蛋饼没有关系，蛋饼是无辜的。你连自我放弃都说得这么有哲学。这是空杯理论，书上没写，是阿伯教的。喂，那个不打卡的丫头，你明天要是没地方去，凌晨4点过来帮忙包烧饼，月休4天，时薪一样，算你210。阿伯，我可是高级咖啡师，你让我来包烧饼。高级咖啡师？那你明天来，林北让你在烧饼上拉花。沃杰克，明天见。明天4点，别踩点到。阿伯说那是迟到的前兆。我以前以为人生的每一步都必须是加法，更多的薪水，更体面的工作，更完美的恋爱关系。为了维持这些，我每天活得像个快要爆炸的锅炉。直到我来到河江街，这100天的油烟把我那些多余的、虚伪的愿望全部清空了。我还是那个一无所有的沃杰克，但我现在知道，200块的时薪可以买到快乐，1块35块的蛋饼可以填饱肚子，生活没有续集。但明天清晨，煎台还会准时亮起。早安，蛋饼。欢迎点赞加关注，打开小铃铛，以免错过精彩视频。